流言一句虾仁我想做皇帝，于是我斩杀奸臣，征战四方，历经2年半，终于将他成功扶上皇位。然而在他稳坐皇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废我武功，将我处死。虾仁，赐你斩立决，已是朕最后能为你做的事情了。行吧。教父子，走狗烹，古人诚不欺我。什么人竟敢大闹刑场？大魏使者韩渊，请陛下刀下留人。韩渊，大魏皇城第一高手，9品巅峰。韩渊，你今日若不能给朕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就凭你擅闯刑场之罪，朕就可以斩了你。随着柳如烟话音落下，一道道黑影出现在韩渊周围，其中领头之人气息更是和韩渊旗鼓相当。事迹从权，望陛下恕罪。外臣此次前来，是奉我大魏国陛下之命，与大周做一桩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大魏愿以镇南关为代价，换虾仁入我大魏。镇南关，大魏4大雄关之一，地形刁钻，易守难攻。一旦失去此关控制权，那么大周铁骑就能长驱直入，直捣大魏腹地。为什么？外臣哪知道为什么？陛下让我来，我就来了。这是陛下亲笔文书，附有大魏国玺，可证明我所言非虚。呵呵，还真是大魏皇帝亲笔，竟然用这么重要的一座雄关换一个修为被废的废人，简直蠢不可及。陛下，镇南关守军已经全部撤出，只要您答应这桩交易，现在就可以派兵入驻。行，朕悦了。谢陛下成全，那此人外臣就带走了。陛下，虾仁纵然功力尽失，但他雄有过鹤，伟略通天，若放他离开，恐会对我大周不利。呵呵，一个废物罢了。陛下，您是天底下最了解他的人，这些年他屡立奇功，如果没有他……闭嘴！你是不是想说朕能得天下，全都是他的功劳？奴才不是这个意思。他的确有几分才能，但他这些年顶多有点苦劳罢了。朕能坐上这个位置，靠的全都是自己，跟其他人没任何关系。传朕命令，召集群臣，商议接手镇南关事宜。是陛下，挑几个好手，等他们过了镇南关就动手。到时我负责拖住韩渊，你们斩杀虾仁。是大人。大魏陛下为什么要用一座雄关换我性命？圣心难测，我哪里知道？罢了，想不通就不想了。如今我修为被废，只能使用它了。天魔诀，虾仁北征漠北时获得的一本匈奴功法，欲练此功，需先自废武功，大破大立，涅槃重生。随着天魔诀的运行，虾仁体内破碎不堪的经脉也在此时开始慢慢愈合。果然是奇功，只半日就重塑了我的经脉。柳如烟，总有一日我会让你为你的无知付出代价。小二，2间上房，然后再温2壶酒，切2斤牛肉，弄点下酒菜。好嘞，客官您稍后。这里不对劲。正常，你这些年替柳如烟攘外安内，得罪了那么多人，想杀你的多了去了。这半个月已经有好几次了，不过只要有我在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。这次不一样，有高手，气息似乎有点熟悉。他不是功力尽失了吗？竟然还能感知到强者的气息。是那天在城楼上出现的黑影人，从皇城就开始跟着了。他们是罗网。罗网不是横跨7国的暗杀组织吗？你得罪过他们，还是说有人花钱要买你的命？不是柳如烟要杀我。你怎么知道？罗网是我亲手创建，除我以外，还有8名天字号杀手，全都是9品巅峰。既然你说是那天出现的黑影人，那就只能是柳如烟了。震慑7国的罗网组织，竟是这家伙创建的，这真是太恐怖了。前面就是大魏国境内，他们肯定会提前动手，与其时小心提防他们，不如一锅端了。你觉得如何？可是在这里动手，我无暇保护你。不必护我，你只需对付那名天字号杀手，剩下的我来解决。你确定？放心，虾某不是托大之人。好，我早就看这群跟屁虫不顺眼了。你们无需插手，这个人交给我，你们去将虾仁拿下，记住留活口。放心吧，大人，对付一个功力全失的废人，易如反掌。动手吧。呵呵，来得好。家人，你是自负下跪，还是我们打断你的双腿再把你带走？跟他啰嗦什么？直接打断4肢，扔到大魏境内后再杀掉。虾仁，你可千万别拖打。跟我对战还敢走神？忘了我曾经在罗网说过的话吗？狮子搏兔，一须全力，大意轻敌，只会让自己丢掉性命。你以为自己还是罗网老大吗？别忘了你现在只是个功力尽失的废物。兄弟们上，将虾仁拿下邀功。曾立下战功赫赫的大将军，一夜之间竟被女帝柳如烟废去武功，送往敌国交换一座城池。然而在前往敌国的路上，曾经的手下竟要置大将军于死地。虾仁，你以为自己还是罗网老大吗？你现在只是一个功力尽失的废物。兄弟们上，斩杀虾仁，向女帝大人邀功。虾大人饶命！什么情况？他不是被女帝大人下药，功力尽失了吗？走神可不太好。这次算你们走运，我们走。你小子总是能让我惊讶，修为什么时候恢复的？刚刚侥幸恢复罢了。好，小二，我们的酒肉呢？还不赶紧上？好嘞，这位爷您稍等。酒足饭饱后，两人在驿站休整了1晚。第2日快马加鞭直奔大魏都城。2个半小时后，终于到达了大魏边境。此时数千名甲士手持兵戈在边境线上等待着虾仁的到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远处马蹄嘶鸣，尘土飞扬，几十名武者朝这边赶来。这群家伙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别动手，似乎是熟人来了。
张云海参见虾将军。张云海擅离营地，可是重罪，尤其还是来见我，你就不怕杀头吗？虾将军，我们兄弟合计了一下，去特娘的大周，去特娘的女帝，咱不干了。从今往后，虾将军去哪，我们就去哪。对，虾将军对大周忠心耿耿，如今却落得这种下场，这种朝廷也不值得俺们兄弟效命。众人七嘴八舌的说着，话里话外都充斥着对虾人的同情惋惜，以及对朝廷的愤怒不满。那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，我接下来要投效大魏，你们也愿意跟我一起？与其在大周窝囊的活着，不如跟随虾将军，我愿意。是啊，俺也愿意。好，我代表大魏欢迎你们的加入，请你们放心，大周能给你们的，我大魏只会给的更多。此时的韩元笑的嘴都合不拢了。俗话说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而现在有30几名精锐将领投效，这真是天上砸下馅饼的好事。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与此同时，皇城大殿，罗网刺杀虾人失败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柳如烟的耳中。蚩尤，你看清楚了吗？他真的恢复实力了。回陛下，虾人一击秒杀3名罗网高手，绝对恢复实力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此外，还有一件事情。继续说。刚收到消息，北大营张云海带着30几名部下叛变，跟着虾人投效大魏了。这群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当初真该把他们全都杀了。陛下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先将虾人昔日旧部全部挖出来，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后，全部处死，同时加紧练兵，朕要踏平大魏。是陛下。与此同时，虾人已是跟随韩渊来到了大魏皇宫。陛下，人已带到，请他进来。进去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草民虾人拜见大魏皇帝。虾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陛下，草民有一事不明，陛下为什么要以镇南关为代价换草民一命？因为你的命比镇南关更加值钱，而且朕将镇南关送给柳如烟，以他的野心，必然会大举派兵来攻。届时我大魏就能兴仁义之师征讨大周，不仅能拿下镇南关，还能顺势收回关外3郡之地。镇南关易守难攻，只怕什么？你能花2年半帮助柳如烟坐稳皇位，还帮他创建罗网，难道还拿不下一个小小的镇南关？陛下这么看得起我？平津之战，你以300精骑破3万大军，救下被围困的柳如烟；斜风谷之战，你以2万伏兵击败各路诸侯联军；樊城一战，更是直接奠定了柳如烟的根基。这些是哪一件不比拿下镇南关更有难度？总感觉这说话的语气姿态有点熟悉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还有这清脆的声音，也不像30岁的男人。陛下，淑妃娘娘调了药羹送过来了。朕身体好得很，让她回去。陛下若是不喝，臣妾今日就守在御书房外不走了。行，端进来吧。参见陛下。朕公务繁忙，你放下就走吧。那不行，臣妾要亲眼看见陛下喝了才会回去。赶紧回去，别打扰朕忙正事。一会你会需要我的。还不走？是，臣妾遵命。对了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陛下让我收回镇南关，顺势再收回关外3郡之地。没错，就是这个。为了救你，朕顶着国内百姓和满朝文武的巨大压力，你可千万别让朕失望啊！怎么回事？朕这是怎么了？咦，中毒？不对，是春药。卧槽，这大魏皇帝的妃子都这么彪悍吗？陛下莫慌，草民这就用内力帮陛下去除药力。女儿身，你不是大魏皇帝陆锦？咱很好奇，你是怎么让他们支持你的？因为我能给他们皇位，而你不行。什么？你想让咱的大明4分5裂吗？你眼中只有你的大明，而我的眼中是这个世界。我要效仿周天子，效仿成吉思汗，瓜分这个世界。我将会如成吉思汗一般，将这所有的土地纳入我大明。错了，应该说是纳入我朱家。到时候，这世界所有的国家，他们的皇帝都将姓朱。你可知道这样会死多少人？如今大明好不容易恢复一丝元气，要是再开启战争，大明将有可能被拉入深渊，甚至是因此而亡国，就如昔年的隋朝。陛下心中所忧，确实是有可能发生。那请问陛下有没有考虑过宗室的安排？按照如今的宗室俸禄，大明能养几代？什么意思？怎么说着说着就扯到了宗室？陛下，你生了20多个儿子，你的后代会不会比你生的少？1代20多，2代就是数百，3代就是数千，以此类推。你觉得按照你给的俸禄标准，我大明如何养得起？朝堂养不起，那么必然是要削藩。而那个时候都已经过了5、6代，然藩王在这个时候数量将会多达数百上千。这个时候要是削藩，那么这成百上千的藩王必然是要造反。朱允通的一番话，吓得朱元璋冷汗直冒，瞬间就明白了，没有朱允通这事，宗室俸禄也会让大明不过2、3代而已。
就算是如此，那也是5、6代之后的事情。而且如今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，现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想要挑起战争，不可能，咱绝不会同意。现在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情，而是我那些叔叔同不同意。当我给他们开辟出一条帝王路的时候，就只有2个结果：一是我坐上那个位置，带领着他们征战天下，让他们当临帝王；二是你杀死我们，将我那些有野心的叔叔全都杀死。你确实是很有才，咱以前小看了你，不过你的野心太大了，你会将咱的大明拉入深渊，咱绝不会将咱的大明交给你。那么如今你如何处置我？杀了我？咱不会杀你，咱会让你知晓，咱是皇帝，咱能掌控一切。你想指望他们？咱告诉你，他们根本翻不出咱的手掌心，咱会将他们的野心全都扼杀。不杀我，那我就回去了。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待在东宫，不会出来。我也不会联系淮西一脉以及我那些叔叔，我会在东宫等着他们将我抬上那皇位。朱元璋看着朱允通离去的背影，大声怒道：没有那一天，只要咱还活着，这一天就翻不了，而你也别想登上那个位置。关于朱允通和朱元璋在乾清宫发生争吵，随后被囚禁东宫的消息，很快就传出皇宫，传到淮西一脉，传出京城，传到各大藩王耳中。朱元璋得知消息传了出去，神色顿时大怒，直接让人清洗皇宫。随后他下旨，让所有的藩王回京。允通这是什么意思？不依靠我们，还是不信任我们？除了这2种可能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不想连累我们。什么叫不想连累我们？这和不信任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可都是他的亲人，而且他居然联系秦王他们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朝堂上那些酸儒大都支持朱允文那个小鬼，允通本就不占优势，这要是再引入，不对，允通这是要去狼吞虎。秦王、晋王和燕王皆是陛下的嫡子，他们有资格继承皇位，让他们对付朱允文，然后坐收渔翁之利。那我们如今该怎么做？联系我们淮西一脉，做好准备。什么都不做。允通既然不让我们参合，那么我们就不参合。而且你我都知道，自太子薨了，我们的处境就变得很是尴尬。陛下很是忌惮我们，我们要是掺和进去，对于允通而言反而是不利。还有允通要是再来找你，你帮我转告他，我蓝玉是他亲舅老爷，我蓝玉会永远站在他身后。父皇啊，你这不仅晚了，而且你这也太吝啬了。父皇给的什么承诺？允通这件事闹得很大，就算是父皇，那也无法直接强行镇压我们，必然是要采用安抚的策略。父皇打算灭了朝鲜，将朝鲜一分为2，作为我和三哥的领地。这朝鲜在哪？不会是南阳某小国吧？辽东接壤的高丽。高丽几年前内部爆发叛乱，高丽大将李成桂自立为王，上书臣服我大明。父皇将新的高丽赐名为朝鲜。原来是高丽。父皇这是参考允通的方法，不过父皇只是简单的参考，而没有完全的选择采纳。这么做对于目前而言，可以说是最佳的选择。不管是从大明的未来，还是以大明如今的情况，这都是最佳的选择。不过对本王来说，可不是最佳的选择。本王可是有大把柄在我那侄子手中。哼，你是担心那所谓的把柄，还是不甘心被发配到这种小地方？朱棣闻言，神色顿时有些尴尬。把柄，姚广孝，那根本算不得是把柄，只是朱允通给的太多了，让他如何甘心偏居一方？那你打算按照原计划？是，本王是真的没得选。允通从一开始就将我们这几个纯正的嫡子给逼上了绝路。二叔想当皇帝吗？侄子可以让你当皇帝。借刀杀人，引火吞狼。允通大侄子这是想要接我的手对付朱允文了。二叔别害怕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侄子可以让你当皇帝，但是这大明的皇帝二叔，你还是不要多想了。不管是皇爷爷还是朝廷中的文武百官，都不会有人支持你。你觉得元朝灭了吗？我想你觉得一定灭了吧，但是对我来说没有灭哦。虽然元朝灭了，不过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并没有被灭，西方还有几个蒙古汗国。侄子认为蒙古这个制度很不错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。二叔，男儿志在四方，不要只盯着大明，大明之外有着浩瀚的土地等待着我们去征服。我要是坐上皇位，会开启西征，打下无数疆域，而这些疆域将会归属于二叔你们。万国来朝，终归不如万宗来朝。只有我登上皇位，蓝玉等淮西一脉才能为我朱家所用。二叔，你要是想成为开国之祖，那么就率领你的护卫前来应天府，来一场玄武门之变，扶我上位吧。太原晋王府，晋王朱刚看着手中的信，他手中的信和他二哥朱爽手中的信差不多，而他的反应也是差不多。而北平的燕王府，燕王朱棣看着手中的信，当他看到信上第一句话，顿时吓得他脸色苍白，身躯在颤抖。四叔，侄儿允通听闻一个名叫姚广孝的和尚送了你一顶白帽子，你对此爱不释手，侄儿也想送你一顶白帽子，不知四叔高不高兴？没想到我这身居皇宫的大侄子不仅知晓姚广孝，
更是知晓姚广孝送给我了一顶白帽子。四叔，姚广孝观你有帝王之资，侄儿观你也有帝王之资，就是不知你是想要在外建立属于你的帝国，成为开国之祖，还是想要起兵造反，覆灭皇爷爷的大名，然后你再成为开国之祖。来人，将姚广孝给我叫来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过去吧。和尚别念经了，看看这封信。姚广孝看朱棣神色慌张，且神色之中带着惊恐，这让他神色不由得疑惑。随即他接过朱棣递过来的信，这让他神色顿时有些惊讶。殿下，这2个族你想要哪个？和尚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如今是祖的事吗？要是让我父皇知晓我有如此野心，而且还是在大哥还活着的时候，绝对会杀了我。允腾殿下已经说得很清楚，殿下想要登上皇位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造反。造反之后的大明还是大明吗？为何不是？李世民、赵匡胤不都是造反？唐朝、宋朝分了，确实还是大明，不过从某种角度来说，又不是一个大明。什么意思啊？法统，当今陛下不可能传位给殿下，因为秦王、晋王可还活着，陛下只会将皇位传给一文太子的后代。殿下后续就算是造反成功，终究是造反。殿下的后人为了法统，极有可能给殿下上祖的冒号。和尚，那你认为这是有多大的成功率？昔年的陛下有着雄才伟略，而如今的陛下则是一个谨慎的老人，因而陛下绝不会同意外封。殿下想要当祖，只能推举允腾殿下上位。推举允腾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殿下，你需要尽快做出决定，毕竟当今陛下可不是李渊之流，一旦陛下意识到，必然会将一切扼杀在摇篮。那你认为我该如何做？联系秦王、晋王，他们也必然收到了允腾殿下的信。三王起兵靖难，趁着当今陛下自负能够掌控一切的时候，直接一举拿下应天府、皇宫。殿下，什么事？殿下，陛下召你过去。老朱召我过去，算算时间，确实是差不多了。陛下让我来，是要杀我吗？造反可是死罪，即便是咱的儿子，咱也不会宽恕。这一点他们知晓，然他们依旧选择造反，这让咱很是不解。允通，你能告诉咱，你是如何让你3个叔叔造反的吗？朱允通闻言神色没有任何惊讶，锦衣卫肯定是要监视诸王的。而在他给3王送信之后，朱元璋更是会让锦衣卫密切监视秦王他们，因而秦王他们的任何动作都不可能瞒得过老朱。因为我能给他们皇位。什么？你想让咱的大明4分5裂？